身处纷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九九。很多人以为说只要不抽烟、不喝酒，多吃一点蔬菜，或甚至有些人改吃素，就可以远离疾病。但是呢，最近有一则消息，就是一对常年吃素的父子，但竟然他先后罹患了大肠癌。加上近期呢，一项大型的研究刊登是纯素罹患大肠癌的患者呢，相对风险可能比吃肉的人还高出许多。这个结果也引起热议。另外一方面呢，医学界也发现了50岁以下的大肠癌患者正在持续的增加，有不少人一开始只是就腹胀啊、便秘、拉肚子，以为说好像只是肠躁症，但是到检查的时候发现却已经是大肠癌的晚期。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医生来带大家了解什么样的饮食才可以避免大肠癌，同时也教您有哪些症状千万不要再拖，还有保护肠道防癌的饮食原则有哪些。那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中西整合医学科主任郭世芳中医师，他同时也是郭世芳中医诊所的院长。郭世芳医生，郭医生你好。舅舅好，各位健康1+1的朋友大家好。郭医生你好，我们最近有发现一个新闻，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不抽烟、不喝酒，而且还吃素结果他们两父子先后罹患了大肠癌。那还有同时呢，今年的英国一个癌症期刊也有一篇研究显示，相对于吃肉的人呢，纯素罹患大肠癌的患者呢，就是他的相对风险大约增加40%。所以郭医生，我想请教您，您在门诊也有遇过吃素但是得到大肠癌的人有吗？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呢？这个问题其实吃素的话，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报道也是蛮讶异的啦我们一般吃素者他其实并不见得说一定，我在门诊中不觉得有如此的那种现象。那我们来看这个最主要他这个案例呢，他父子都吃素，那父子都吃素一起都罹癌的话，其实以他们来讲话，最大的原因应该不在于吃素，而在于家族因素。因为一等亲他罹患大肠癌的话，他们其他人呢，他的一等亲的话，他罹癌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1.5 到4倍之多。而且呢，他假如说越年轻就罹癌的话，那其一等亲的风险是更高的。那至于这个文章，它是发表在一个蛮大型的研究，在 Nature 上面的那它的追踪的样本数也很大，有181万。那181万的话，它分布的相当不平均。我们仔细看，它其实有一些 trick 在里面等于说它荤食者的话也有164万，那纯素的话只有8000多人。所以作者也有讲说，那这整个这个result这个结果呢，他要仔细的去判读，要谨慎一些。是，所以说这个研究它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其实真的180多万人的研究，其实真的还是蛮大的数据。但是这个研究它其实也有说，它把吃素的种类分成很多种，所以我们可以请教一下郭医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健康的素食的吃法呢？对，因为我仔细看这个文章，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吃素的族群他去区分。那以荤食者为基准的话，它这个素它有分成说，吃那个家禽类的，家禽类的话，跟那个单纯荤食者来讲它可以下降7% 的那个防癌的一个罹癌的比率。那这个家禽类的话，它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是说不吃红肉的人它只吃那个鸡鸭肉这种的鸡肉的那另外比较特别是第二个这个鱼素者大致上他就是说吃素，然后他只吃鱼，那不吃肉了。那这种的想法呢，我会觉得说我们一般说吃鱼的话，它这个常见的Omega 3的话会比较多，那Omega 3的话都跟防癌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所以才会在这边呈现出说这个鱼素者就有吃素在只吃鱼的不吃肉类的人的话，它的一个罹癌的比率可以跟荤食者的话可以下降到15%，这个
差异最大的哦，这个是好处最多的哦。所以如果大家要选择吃素，然后加上一点点荤的话，鱼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来讲。那第三个是这个蛋奶素跟一般素食者，它跟荤食者的话，它比起来是差不多的，在这个研究里面。那最后一个是那个完全纯素者，就是连蛋都不吃的人的话，他这个在这个研究里面，它呈现的说，它反而增加了40% 的一个罹癌的风险啊，这个可能蛮多吃纯素的人可能会很不服气啦哈，那我们可能要小心说，是不是这纯素者呢，他是迁就于吃这个纯素，那导致了摄取了太多的一些加工的食品，或者它根本是一个非原型食物，会朝这方面去思考，也朝方面去小心，就是。是，我想其实吃素的朋友，可能他看到这个，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研究之后，或者我们来分享，他可能会特别注意，所以我还是进一步来请教一下郭医生，因为我们知道郭医生您看过很多的大肠癌的患者嘛，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教您，在他们身上比较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哪些生活习惯，就是都是在一个生活习惯啊，或者他们有一些饮食习惯等等的，都会呈现说，他们是等于是把它集中在一起，成为一个大肠癌的患者，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呢？是，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父子一起罹癌的 case 一样哈，那我们觉得最长的一个最高比率还是一个家族史。家族史的话，我们刚刚讲说它是最多可以到4倍的一个风险。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吃一些变质的食物啊，一些隔夜菜这一类的话，你导致一些毒素的产生，那导致肠道这样不健康。那第三个就是这种腌制类的食物，含有亚硝酸类的这些东西，它可能因为食物啦、变质啦、刺激啦，然后那导致最后这个就是一个发炎性的一个肠道。那我们一般讲说肠道是一个会容易发炎啦，或者是感染的啦，或者是受伤的啦。那特别是发炎性肠道疾病的话，一般另外还指着说是有2种，一种叫克隆氏症那一种叫那个 ulcerative 的 colitis， 就是溃疡性的结肠炎。这2类的人的话，也要很小心追踪他的大肠镜，因为他们罹癌的风险会比较高一些。是，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讲吃素好了，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话题嘛。那吃素容易罹患大肠癌的问题，真的是跟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说比较常看到一些素的面肠啊，或者是素火腿啊，包括素肉这些加工素食有关系吗？那如果是有关联的话，真正的健康的素食，请教一下郭医生，我们应该要怎么吃更好呢？老实说，我对这些把素做成素鸡的样子啦，或者是做成荤的样子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蛮奇怪的啦哈，因为一般很多纯素者或者自己来煮东西的人，他并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对这些加工的一些素食产品还是要很小心，因为这样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变成一些假的肉，那这些东西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太咸，或者是经过油炸，这样会容易引起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或者发炎的反应。那反复发炎的反应的话，我们知道是一个癌变的产生的一个原因所以真正的健康的吃素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说，第一个绝对是以原型食物为优先因为如果是自己煮的，大部分都是如此啦那外食的话可能要比较注意。那第二个的话，不要把这些素的类的东西的话过分的去煎煮烤炸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当然食物就会容易变质。那第三个的话，去多摄取这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这些豆类啦或鹰嘴豆啦，或者一些我们讲说好的一些谷类，像坚果这类的话，它其实对人的一些不管是营养啦或体力啦或者气啦这样的修复是有作用的。那我常常会劝这些素食者或者说他已经罹癌的话，我对这些五辛啊这些素的考量可能会稍微可以放松一些。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这个洋葱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抗氧化的，又是一个好的东西。那很多人会因为吃素迁就说它可能口气不好，那这样就会不吃它，这样是蛮可惜的。那事实上我们也许是古时候礼佛啦，会觉得说这样是口气不好，那现代人是不会了所以洋葱我是蛮推的。对，
是，所以有些食物可能就是在您身体健康是需要的情况之下，可能可以就是说做一些少少的微微的调整。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能够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大肠癌，确实是最近也是年轻化，然后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就说好像肠癌啊、癌症都是比较老年人才会发生的，包括肠癌还有这个乳腺癌啊、乳癌啊，都是好像近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38岁的男士啦，他长期因为肠胃不舒服，他自己一直以为他是肠燥症，后来大肠镜检查发现他已经来到了第4期的大肠癌。那这个很多人其实说到这个年轻人因为大部分的人也都会有一些腹胀啊或痛啊，或甚至包括便秘拉肚子，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郭医生像这样子的30几岁的年轻人，有没有遇到哪些症状的话是要提醒他就不要再拖，一定要赶快去做大肠镜的检测呢？这个题目它可以分成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年轻族群的话，的确比较不会想到说自己可能真的会中这个奖那一般我们会说，你大便的照惯例来说是说大便的形质改变了不管是你的习惯或者是你的那粗细的话改变，或者是你大便的颜色改变了那可能它会偏暗色，或者是说它假血的话，它也许会有点，你血量多的话，它甚至会有点那个腥味会有一点腥味来讲。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一个那个体重的改变假如说体重突然间掉了你原本体重的1/8的话，那这些人的话可能就要去做一些粪便潜血的一个检查，或者甚至直接考虑去做大肠镜。特别是你原本就有家族史的人的话，即使你这么年轻，一旦你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去做一下。那第二个层面，我们讲说他罹患了第4期的一个大肠癌。所谓罹患了第4期的大肠癌的话，大肠癌最常转移的部位，它就是一个那个局部的淋巴结以外呢，就是那个肝脏、骨头还有肺部那一些人可能会因为骨头酸痛，他反过来去检查出说这是一个转移性的一个骨的一个病的酸痛的病状那你回过头去检查，它可能是一个大肠癌引起的骨头转移所以一个久治不愈的腰痛或者是说你平常就用腹部的超音波去检查肝脏，或者说肺部的话，你用我们现在很常说的一个 low dose 的一个电脑断层去筛检肺部的话，这就是你去把这种所谓可能发生到第4期的一个肝骨肺的一个转移的一个癌症的话，把它揪出来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这边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想刚才郭医生您有提到的各个情况之下，比如说体重减轻啊，突然间减轻，或者是说你又发现你的排便的习惯跟它的形态有不一样的话，这个一定要稍微注意。那另外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些比如说腰痛，你可能就要稍微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小小的观察，我想这个很重要。那其实我记得郭医生您有提到说大肠癌在您的门诊中是经常遇到的癌症之一，而且重点我不只是听您说了，好几个医生都告诉我说大肠癌早期几乎是可以治愈的癌症，所以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您，就是说在您的治疗当中，中医是怎么样来治疗大肠癌的呢？其实中医原本没有这个大肠癌这个名称古时候它大概是讲说叫做肠积它整个因为肿瘤长大以后，它整个肠子就堵住了那或者叫肠癖，或者我们一般讲叫真假。那病因的话，在中医来讲，大部分都归列为那个气滞血瘀啦，那可能有一些湿热瘀结聚在局部的话，它产生一个肿瘤的一个产生。那这样的话会影响整个身体的一个气机的上下的一个不顺畅那所以我们在调理这些大肠癌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他去补脾胃的气，那要把胃气降下来虽然说大肠癌的化疗是所有的化疗里面算轻松的但是它一样会有一些肠胃的不舒服。那在一些
补脾胃气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六君子汤啊，或者参苓白术散啊。哦，那有些人呢，像那个，比方说直肠癌的话，哦，这两个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补气的方子哈，参苓白术散跟六君子汤。那假如说直肠癌的患者的话，他可能需要做放射治疗，哦，就台湾话所谓的电疗。那电疗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腹痛啊、腹泻，可能会加了血便。那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牡丹皮啦，或者莲子啦、薏仁这些，清血热啦，或者清湿的食物这样去加强，或者药物去处理。哦，那现在比较新的会有标靶或者免疫类的药物。那这些标靶免疫类的药物的话，它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是红疹或者口腔溃疡。那这些在中医来讲是一个属于气阴虚有热的现象。这时候中医会用这个清心莲子饮啊，或者是甘露饮来处理。哦，这个是两个很常见用来做这个清虚热的一个方子。哦，不过这些东西的话，还是建议那个听观众朋友呢，他尽量去找合格的中医师认定啊，把脉啦、视诊，哦，核参之后去处理会比较准确一些。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就像就是郭医生您的专业一样，就是他们是整合治疗，就中西医一起来做辩证啊，然后同时一起来做治疗。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很多人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那么刚才郭医生您提到的这种治疗的话，患者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刚好在台湾的健保，它有中医的有一个特定的癌症的一个加强的一个照护的专案。那我自己诊所当然是有承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刚好有针对这个东西去做一些统计。哦，那会列入这个一个加强照护专案的一个族群呢，通常是一定要是在诊断才第1年之内，或者是你仍然持续有在做一个有意义的抗癌治疗的人呢，才能列入来。那换句话说，他就不是一个只是单纯已经差不多好了单纯追踪的人哦，他是一个很有活性的一个病例的人。哦，那我们经过去年我们统计一整年的话，有做了117次的一个生活品质量表一个统计来评估的话，我们发现可以得到近乎90%的一个改善率。换句话说，我们中医的一个介入的处理的话，能让患者不管是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或者是自觉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性上，它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样听起来，我想请教一下您，因为很多人其实说，讲到比较重大疾病，大部分人都会先选西医的治疗，但是现在慢慢也开始接受像刚才郭医生提到这种中西医的整合治疗。那么我们就想进一步请教您，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肠癌患者，也可以透过中医的治疗来增加存活率吗？可以，像刚刚说比较会用到标靶类的药的话，它至少是第3期的大肠癌起跳才会用到标靶类的药。那这些药用起来的话，它配合一个传统化疗的话，它的副作用等于说就2倍的一个副作用的。哦，那这些的话，我们在中医来讲的话，就像刚刚的处理方式的话，比方说我们门诊中有一个直肠癌的患者，他并发肝肺的转移已经4年多。那中医合并去治疗它的直肠的部位的话，它其实还没手术。那肝的部位它已经缩小之后已经手术掉了。那肺部的话也已经缩小也手术掉了。那原来的直肠部位还是没有手术，那但是还是一直在持续观察中。那在这整个重点上的话，是患者经由这样中医的介入治疗，他可以一直保持良好的体力跟一个抗癌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至于这些大肠癌的饮食呢，相关性的话，我们从食物去调整，其实是很直接的哈。一般我会建议这个所有的民众呢，他去多摄取一些高纤的食物哦，因为高纤的食物的话，它会减少便秘的产生哦。但是高纤的食物，我有时候又会讲说，你不要只吃纤维，没有油哦，因为只吃纤维没有油的话，它会发胀，它反而会胀住，可能会造成便秘哦。那你吃纤维的话，一定要有加上一些我们比方说好的那个植物类的油，这样的话它的排便习惯会更好。那一个通畅的排便呢，不要憋尿啦，充足的饮水啦，适当的排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排毒方式，而不是靠一些吃一些排毒餐啊，或者是一些排毒的食物哦，这样子哦。那所以我会比较强调说，就是一个好的排便习惯。那水分的过程的话，是从小便去排掉的话，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排毒方式。那排汗的话，反而是适量哦，因为你排汗量如果过的话，那你的小便颜色变得很深，变得很黄的话，那这样你在肾脏这边相对是比较缺水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到的地方。好，那这边的话，另外会去介绍这个排便的一个穴道的按摩哦。我们可以试着去压这个跟他介绍一个蛮不错的穴道哦，就是天枢穴哦。天枢穴的话，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前面有一些图片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肠子的它就分成一个升结肠、横结肠或降结肠，然后到最后是直肠，对不对？那在降结肠跟直肠中间，它就是有一个转弯过来的地方，这个叫乙状结肠。哦，所以我们讲这个天枢穴就是在肚脐，在肚脐的左右两边大概4根手指头的地方哦。那我们会觉得左边比较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左边的天枢穴其实它下面的位置就是乙状结肠。那为什么乙状结肠很重要呢？就是说，乙状结肠它在那个其他的肠子，它的韧带那个悬的韧带绑的都比较多，在腹腔里面是比较固定的。那特别这个乙状结肠，它在身体里面它是比较一个相对算是悬空的一个肠子。那相对比较悬空的话，你的排便到这边的话，降结肠已经开始吸水了。那吸水的话，在这边很多人在乙状结肠这边会积了一堆宿便，所以你在排便的时候，平常呢多多去按摩这个天枢穴，或者是你在排便的时候，在用力的时候稍微往这个天枢穴按压一下，这样会对这个乙状结肠有直接挤压的作用，这样的排便会比较顺畅一些。另外我们常讲说这个脾胃的一个穴道是足三里穴哈，足三里穴就大家比较常听到，它是在那个膝盖的外侧哦，那往下，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哦，它穴区很大的话，你可以整个手指或者手掌整个这样拳头这样划过去都可以哦，这是按摩那个天枢穴跟足三里穴去促进一个排便的一个方式。那多喝水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尽量用白开水会比较有好的排毒的效果。我常跟患者讲说，其实你要排毒的水你从上面看要看得到底的所以换句话说，最简单来讲就是果汁绝对不算那尽量不要去那个喝。夏天是我的主张是白天可以冰水，那白天可以西瓜这或者白天可以莲雾，那晚上的话就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白天属阳，晚上属阴。那这些冰水啦、西瓜啦、梨子这些比较冷性的东西的话，它在晚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寒性那晚上属阴的话，这样阴寒比较重的话，它会比较容易去影响身体一个免疫的反应就像那个甲状腺素，它也是白天分泌，晚上就变少所以这个阴阳的一个观念，在中医来讲或者在西医来讲都是一样是有的所以以上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说尽量讲，第一个喝水是白开水是第一优先。那如果你要喝冰水的话，尽量以白天为主，不要晚上那其他的水果寒性的话，也是以
白天为主，晚上都不适合。我们要保护肠胃道这个避免这个大肠癌这个防癌的最大的原则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家族史，有家族史的人他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的话，我们在门诊当中常常现在做检查其实变多了，那年龄也变小了哦。那很多人都会去做大肠镜的。那做大肠镜的话，大家会得到一个报告，那得到报告就开始紧张啦。那大家或许会丢给那个 ChatGPT 啦，丢给 AI 去判读，那你会得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个结果哦。所以有时候会教大家说怎么去看这些息肉。那息肉你在看这个报告上面，你会看到它第一个它是一种亚麻达的分类哦，亚麻达是日本人发明的哈。那亚麻达分类它本身并不是癌化风险的一个分级，它只是描述它的外观。大致上它就是从平的啦到一个凸起的啦，到凸起的一个更凸起或者有一个 stalk 这个筋的一个状态。那真正决定一个癌化风险的这个息肉的一个判读的话，其实是这个病理种类。就是说它后面写的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一个息肉。比方说我们这边有提到说比较腺瘤性的那个息肉，那它或者是这种无蒂的一个锯齿状的一个息肉病灶的话，这个相对风险的癌化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特别是说它的大小是大于1公分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上面的一个样子长得像，我会跟病人讲说像猴头菇它可能像一个凸起的状的有绒毛的那个样子在息肉的话，它都是风险比较高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看它的一个描述，假如说它有描述说它具有高度的一个异性的一个增生的话，就 high grade atypical hyperplasia 啊，你要看到这几个字眼的话，代表你的息肉是要比较频繁被追踪的，而不是说你做一次有息肉检除的话，那可能2-3年再来做就好，那个是不行的哈。那遇到这些风险比较高的息的话，你可能1年内就要赶快再追踪一次了。是，我想刚才其实郭医生也提到了，就说其实大肠镜的检测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也要特别注意。我想今天郭医生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些提醒，然后同时呢告诉我们怎么样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等等一些调整，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建议。今天非常感谢郭世芳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介绍。那郭医生有没有最后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那第一个，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很忙嘛，你最好刚刚讲说你有那些症状的话，你有空就去做粪便筛检或者做大肠镜。那如果真的没空的话，我会劝人家说你至少去把癌症指数抽一抽所以在健康检查的时候都建议去多测一个那个 CEA 或者 CA199 这2个肿瘤指数那这个2个肿瘤指数的话会跟肠道比较有关系。那第二个的话会劝大家说还是要保持充足的水分。那身体不要有太多的糖，太多的糖的话，身体容易发炎。那辣也是我们其他的味道都到那个肠道几乎就没了，唯独只有这个辣可以从口腔一路辣到肛门口所以这个辣对肠道的刺激也是很强的。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尽量去减少这个腌制性的一个食物那保持良好的一个排便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而且不要在这个马桶上面看手机看太久免得整个压力就集中在肛门口那个点，容易产生痔疮。那注意我们刚刚讲说你很异常的一个体重减轻，比方说那个
少于1/8你原本的体重的话，这个要特别的警戒。那其他你有出现不明原因的一个血便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贫血的话，这个都是要非常注意的一个大肠癌的早期这个警讯。是，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郭世芳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解说，也顺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保持就是对自己身体一定要高度的重视。有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发现跟过去好像刚刚郭医生提到的这些好像有提到的话，那你就要赶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测，这样子呢可以让避免自己就是说，因为很多我们讲大肠癌了，就是大肠癌真的是可以提早预防的一个癌症。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郭医生，谢谢。谢谢啾啾。谢谢郭医生。好，我想其实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就是温馨提醒，因为比如说你有家族史或曾经长过息肉的人，或者是还是比较高风险的族群，你有经常吃一些加工的食品啊、腌制食品啊，你吃的蔬菜纤维不足，容易排便不顺就是这些就真的要特别的注意。那如果呢，其实大肠癌早一点发现，治愈率也是很高。如果一旦出现就是血便、排便习惯的改变，或体重异常下降，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腰很痛，都不要轻忽必须要尽快接受一些大肠镜的检查。那我最后还是要想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平常是吃素吗？比如说会不会经常吃一些素肉啊、素香肠啊、面肠这类加工食品？那我想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替代的选项？我想也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也觉得对你很有帮助，记得离线前帮我们订赞、分享，同时分享给你身边也有吃素食的人，也提醒大家就是在饮食上一定要特别注意。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